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美男，假的，诚意6位靠角色滤镜成男神的演员，颜值个个都经不起推敲。在当今娱乐圈，很多男演员都是通过某个角色一战封神，剧红了之后，这些男演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美男。可他们的颜值真的经得起推敲吗？事实证明，换部剧后，他们的颜值就会下降。他们的颜值都因厚厚的角色滤镜被高估了。有人一拍现代剧就暴露颜值短板，有人不适合拍古装剧。接下来就介绍6位靠角色滤镜成男神的男演员。01成毅，南风之我亦正在热播，很多人都调侃成毅终于不在仙侠剧中吐血了。可是他的首部男主剧一上线就收获了无数的差评。有人在吐槽演技，说他的原声台词不过关，跟朗读课文无异，而且他的嘴巴张不开。另外，他一沉思就插兜或抱拳。有人吐槽颜值，他和女主同框的时候，或许是因为妆造的问题，女主看着非常精致，他却很普通。和男二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又被比下去了。也难怪网友说，上一个是魏大勋，这次轮到付辛博了。在另一部现代剧《底线》中，他的颜值也不太高，他短下巴、细长眼，还有小鸡嘴直接暴露出来。尤其在靳东的衬托下，他那瘦弱的身材直接比别人小1号。而且靳东仪态端正，古香优秀，他直接被秒杀。成毅平时的照片也是这副模样，眼睛不大，嘴巴外凸，古香也不突出，再一弯腰，根本就不是印象中的阳光大男孩。在网友拍到的现场照片中，他完全没有了那种清冷感。头大身子小，比例55分。在时装周上，他的颜值和身材真的不突出。但神奇的是，只要换上古装，那个清冷贵公子又回来了。的确，他是通过琉璃走入观众视野的，也凭借司凤一角成为了新晋古装男神。去年的《沉香如屑》和今年的《莲花楼》都是仙侠剧，这算是成毅的舒适区。不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可圈可点。纵观他出演的剧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古装剧的妆造比现代剧好看。不过，他尝试多种角色是对的，但是颜值在现代剧中真的拖后腿。02任嘉伦，很多人都希望国超可以古装扮永久，这可不是说说而已。2025年，他通过《大唐荣耀》走红，从那之后，他就在古偶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《白蛇传说》中，他的扮相非常清冷，那白发造型真是温润如玉，有翩翩公子那味了。在往后的陆大人，真的可以用眼神开车了。可以说他有着绝佳的镜头感和优秀的角色塑造力，这也侧面反映了他演技的进步。让他再一次凭古装剧出圈的还是周生如故，这个扮相较以前更加英气，也难怪很多人说他是古装剧免检演员。可是，在《与君初相识》播出后，他的这个称号好像名不副实了。他在剧中的造型完全暴露了他颜值的短板。首先就是身材，肌肉衣真的让他陷入了无尽的争议之中。然后是脸，他是标准的国字脸，五官较短，鼻子还有点大。只要没有避开这些短板，帅气就会荡然无存。其实他这几年也接连拍摄了几部现代剧，可是不论是口碑还是颜值都不及古装剧。他的周生如故倒是很火，可是下部的一生一世就很一般。他的造型师酷爱给他整一些带刘海的造型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土气。而且他178的身材也是硬伤，没有了厚重戏服的加持，他整个人呈现出55分的比例。从背后看，
你能看出是任嘉伦吗？在红毯上也是如此，这样的身材和颜值离美男还差得远。03王一博，2025年，王一博通过蓝战一角跃升一线。他在剧中的扮相非常清冷，是妥妥的古装男神。随着名气的提升，他开始戏约不断。很快，他就搭上赵丽颖合作有匪，精修图中还是那样的完美。可对比蓝忘机时期的脸，一些人对他的颜值提出疑问。有一说一，在生图中，他整个人尽显疲态，眼袋非常严重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开始发腮。再到风起洛阳，他的脸开始肿胀感非常明显，而且他高冷的呈现方式就是面瘫，导致整个人看起来没有意气风发之意。到2025年左右，他胖了不少，在某个广告中，他整个人胖了一圈，整张脸发福发腮严重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立体感，更别提优秀的骨香了。到那年的跨年晚会，他直接变成了发面馒头，这样的体态跳起舞来，整个人看着都非常油腻。这几年，他开始闯荡电影圈。就拿和梁朝伟合作的《无名》来说，单看他本人还可以，可是两人同框时，他的脸明显没有梁影帝有棱角。有一说一，王一博这几年的状态没有以前好，每次出现都是一脸疲惫的模样，还是希望他可以调整好状态。04胡一天，2025年小美好横空出世，捧红了胡一天。他一个新人直接凭借江辰这个校园男神，成为了当红小生，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代表。细看胡一天的长相，他是双眼皮，眉弓高，山根也高，整体看来五官非常突出。再穿上校服，青春感扑面而来。而且他还有着188厘米的身高，真的是阳光清秀的代表。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中，他饰演的吴白，同样的大长腿，同样的懵懂，颜值的优势非常明显，是妥妥的校园男神。走红之后，他也接到了很多古装戏的邀约，但也暴露了他的短板，脸太长。在绝代双骄中，他的白衣装扮真的没有那种清冷感，而且显得非常呆愣。看来没有刘海后，他近乎见光死，和古装美男相差甚远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竟然开始发腮。在他的新剧《西花纸》中，很多人会发出疑问，这是胡一天？不得不说，在这个头套的映衬下，他的大长脸更加一目了然。在花絮中，他的脸部线条不流畅，眉毛和嘴巴也很出戏。很多网友辣评，像小吴，还是尽早放弃古装吧。05罗云熙，纵观罗云熙饰演的角色，润玉算是最成功的那一个。这个为爱痴狂的角色，是多少人心中的意难平。他出现后，好像小说中清冷的、带点书卷气的美男有了脸。即使后来出演了相同类型的《月上钟楼》，可还是很难超越润玉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。而且不知从何时起，他直接瘦成了皮包骨。你敢相信他的腰围只有62厘米，这比很多女生都要细了。还有那竹竿腿，真的瘦到病态的程度了。再加上凹陷的脸颊，整个人看着没有什么精气神。这样的身材对上镜有很大的影响。本来还能靠宽大的古装服饰修饰一下身形，可脱离古装后，罗云熙的身材直接输得彻底。在心跳源计划中，他整个人看着跟皮包骨无异。和宋茜同框的时候，两个人的身形竟然差不多。再往后的两眼写意，他更瘦了，脸上根本挂不住肉。与昔日的男神真是判若两人。这样的过分追求白又瘦，真的适得其反。他和同组的男演员同框的时候，直接比别人小了一个号。那瘦弱的肩膀，连衣服都撑不起来。或许是工作压力大，
在今年播出的《长月烬明》中，罗云熙又瘦了。即使穿了几层的戏服，罗云熙还是衣服头大身子小的即视感。另外，他和女主两人同框的时候，白鹿真是满满的女友力。06杨洋，或许这个军艺校草也没有想到，一部正能量的消防题材的电视剧会让他被打上油腻的标签。杨洋多年积累的好口碑毁于一旦。他比较出圈的剧就是和爽子合作的校园剧，两人的颜值都非常顶，相信很多人都磕过肖奈和贝微微的 CP。他这张脸饰演校草也算是本色出演，大家对他也是自带肖奈滤镜。可直到我的人间烟火播出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他经常端着。抛去部分不合理的剧情来看，他全程都在耍帅。普通的牙疼戏份在他这里都有不一样的表演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演技还在原地踏步，再加上刻意的皱眉和瞪眼，他的颜值下降不少。剧中上学时期的他和肖奈时期差不多是一个发型，可是在他夸张的演绎之下，真的判若两人。那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？他的成名之路非常顺利，谁能在新人时期就出演宝玉呢？或许是在学校养成的习惯，他在每部戏中都非常板正。毕竟杨洋看手机也要挺胸抬头，这本来也没什么，可是他却舍不掉偶像包袱。在《三生三世》中，他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尴尬无比的拉面镜头，一旁的神仙姐姐也看呆了。然而杨洋本人却意识不到自己的部分行为非常油腻，还认为自己非常撩人。在舞动乾坤中，他理解的活泼好动就是表情多，可不小心就变得非常浮夸，最后呈现出了非常油腻的效果。所以说帅而自知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当然，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封神的代表作，想超越自己还是比较难的。甄嬛比孙俪好看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，但是身为一名演员，还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，时刻都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回馈观众。